队伍终于再次启程，怕被连累，不少人都跟徐家保持距离，所以林默等人落在了最后面。他只是挑了下眉，不和他们一块走，他更乐意呢，多自在啊！比如吃东西，肉干一发，直接开啃，不用怕别人嫉妒。林默，老实说，你还有多少好药是我不知道的？他刚才随手就给了自己一颗回春丹呢，那可是回春丹呢，可以让濒临死亡的人吊住最后一口气，争取救命的时间。跟解毒丹、黑玉断续膏一样，这些药方都失传了的。这种救命药一旦拿出去卖，那能拍出天价的。没了。林默不自然地往旁边挪了一步，知道他的身份之后，他就不能淡定自如地跟他相处了，毕竟男女有别嘛。你知道了？老实说，有没有暗地里偷笑？没有，我不说谁看得出来，所以没什么好笑的，我都习惯了。你跟着我们会有危险吗？林默，你这是关心我？不知道某人知道后会不会气吐血啊？废话，不管怎么说，我都是拿你当朋友的，总不能看着你有危险不管吧。慕容，我之前是有利用你的意思，这一路上会有不少人想要我们的性命，我留你与我们同行也是冲你的医术而来，但是我没有想过你也会有危险，所以如果与我们同行会给你带来危险，你赶紧离开吧，你的安全最重要。放心，我敢跟你走，就确定自己不会有事儿。我这般惜命的人，你觉得我会拿自己来开玩笑吗？慕容，真的谢谢你，你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跟我说，我若有的一定给你，没有我也努力的给你找来。好，有需要我会说。随后两人又低声说起别的事，而在马车上一直盯着他们的徐无厌，看他们越来越起劲儿，脸黑的不能再黑了，他终于忍不住了。夫人啊，过来，你该休息了。熬了一夜，走了一天，他不累吗？林默想说他还行，撑得住，但是看他的表情，林默不好意思地朝慕容笑了笑，朝着马车走去。夫人，你醒了，再等一会儿，晚饭就做好了。没事，我不饿。而就在此时，到附近镇上买粮食的人陆续走了回来，但他们的脸上个个都愁眉不展，手中所提着的粮食袋子干瘪得可怕。徐平安也跟在人群后回来了。少爷，少夫人，我回来了。少夫人，这镇上的粮食价格又贵了5文钱一斤。另外，我发现镇上的粮食参差不齐，不是掺了谷糠就是细沙。目前我们的手中还有一些粮食，所以我就没买。后日中午我们就会到保安城，到时我们可以再在保安城买些粮食。徐无厌点头，让他去休息。夫人是在为银两操心？你觉得我需要为这个操心吗？的确不需要。他都能提前提醒自己，又怎么可能会没有准备呢？更何况昨晚他还给自己塞了一大把银票，他夫人是富婆呢。我只是觉得粮食价格暴涨，受苦的是百姓，这下子不知道又要饿死多少人了。饿死的人多，很容易会发生暴乱，我担心接下来的路会越来越不好走。1文钱能难倒英雄汉，同样的，一颗粮食也能把百姓逼反。为了活下去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再难走也要走，不过夫人放心，一切有我，我不会让你受到伤害的。你自己都缺个人照顾。回来了，他们回来了。回来了。许无厌双眼危险地眯起来，他们最好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不然的话。你这个臭丫头，为什么要到处乱跑？你知不知道，你担心死你养我了。幸好你平安回来了。娘，我好想你。其他姑娘也同样抱着自己的亲人抱头痛哭，一时之间破烂的驿站门前哭声不断。千柔，我家温软呢？她在哪儿啊？她怎么没和你们在一起啊？她没从金凤寨里逃出来吗？你们不是好姐妹吗？为什么你逃出来的时候不喊上她呀？你怎么能独自留她一个人在清风寨？她若是出事，你良心过得去吗？哼，昨晚清风寨被人一把大火给烧了，我们顾着往山下逃命，而你的好闺女却朝着土匪头子住的屋子冲去。她应该是放不下她自己给自己找的土匪夫婿，回头去救他了。千柔啊，你怎么说话这么恶毒啊？我家温软才不会做这种事情。还有，你和我家温软不是玩的最好吗？你为什么要败他名声？你再胡说八道，我撕了你的
娘，别怕，有娘在，没人能欺负你。哎呀，好了，算我错，行吗？千柔，我也是担心温软才会口不择言，你别跟我一般计较啊！算我求你了，你快告诉我家温软在哪儿啊！我们跑出去时，的确看到他朝土匪头子的屋子跑去，不信你问其他人。温夫人自然不信，但看向其他人，发现他们都在猛地点头时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早委身给了土匪头子，他回去救他男人有什么问题？你撒谎！你胡说八道！我家温软是个守规矩的女孩，绝不会做出这种不知羞耻的事情来。哼，她守规矩，她就是个蛇蝎女人。若不是她跟土匪勾结，把我们给骗出去，我们也不会被土匪掳走。这一切都是她的错。我们相信她，她把我们当傻瓜。她说她知道哪里有吃的，带我们偷偷去拿，我们信了。没想到等待我们的却是土匪。哼，温软啊，就是歹毒的不能歹毒的女人。我们昨晚打她报仇时啊，看到了她身体，她就是跟土匪鬼混了，她现在就是个破鞋。你刚才说清风寨被大火烧了，那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？黑衣人是黑衣人救了我们。你有看到黑衣人的样子吗？没有。清风寨的人呢？他们逃出来没有？没有，我们逃出来的时候没遇到一个清风寨的人，但跟我们一起逃出来的还有很多被折磨得很惨的人。清风寨被神秘黑衣人给烧了，一个土匪都没跑掉的消息很快就传遍整个队伍。徐家这运气也太好了点儿，前脚杀了清风寨的人，后脚清风寨被黑衣人踏平了，直接化险为夷。是啊，这运气不得不说逆天呢。我看啊，以后更没人敢惹徐家了，瞧瞧人家这运气。对于这些，徐家没人理会。转眼就到了第3日中午，保安城外。等穿过保安城，从保安城西门出去之后，路将更加的难走，想找吃的也更加艰难。都给老子老实待在这儿，别给老子搞事情。你们想在保安城买东西，等出了西城门，到了驿站后，老子会给你们时间进来买。现在都给老子安静点，不然别怪老子不客气。洛王府的人来了。是洛王的人。夫人的眼光好犀利。废话少说，见洛王，我陪你去。夫人，你这是在关心我？我很开心。说正事。说正事。我没打算去见他。他派人来说一声，自己就要去。这世界上还有一个词儿叫做拒绝。明知道他要对自己不利，还要往前凑，这是嫌命长吗？林默瞪大了双眼，还可以这么操作？洛王那可是保安城的土皇帝啊，他要见能拒绝？许无厌无声笑了，他夫人不会是没想过是可以拒绝的吧？夫人，你吃惊的样子真可爱。你确定真的可以吗？放心，交给我。夫人你放心，我会陪你白头偕老的。你就是安平王的世子徐无厌，走吧，洛王要见你。平安，把这人给我杀了。徐无厌，你敢？是。徐平安点头，毫不犹豫地化掌为拳，一拳朝李茂揍去。李茂脸色大变，身体快速地往后退，躲开了这一拳。徐无厌，你竟敢跟洛王作对！洛王？你这个老东西，洛王在哪儿啊？我怎么跟他作对了？洛王堂堂一个亲王，怎么会用你这种眼睛长到头顶之人？你这种人，一看就是顶着洛王的名义来招摇撞骗的无耻之徒。动手，直接把人拿下，送到官府去，免得坏了洛王的名声。话音一落，徐平贵等人立即出手。一旁的林默沉默了，他怎么觉得徐无厌在死亡边缘上蹦的呢？在保安城，洛王的地盘，谁敢冒充洛王的人，傻子都知道没人敢啊！真头疼。徐无厌这货就是嫌事儿不够大，到处给自己树敌人。就在林默思考的瞬间，李茂已经被徐平贵等人抓住，送去官府。徐平贵等人点头，直接压着被堵了嘴巴的李茂朝起赶来的马车走去。怎么了？我觉得你在作死，而且还是拉着我们一起去死的那种。夫人莫慌，为夫给你准备了一出好戏，一会儿好好看戏就行。夫人啊，进城后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都不用管，你只要相信我不会有事就行了。徐无厌，别拿自己的安全来开玩笑。放心，不会的。他还想陪他夫人一起看遍天下，想陪他夫人白头偕老，拿自己的生命来开玩笑的事，他是绝对不会做的。但是冒险是肯定了，不冒险怕是轻易脱不了身。长青，过来。
而在韩长青把头靠过来时，他在韩长青耳旁小声说了起来：我走了，你怎么办？按照我吩咐去做，没事儿，韩家人没死绝，他们会照顾我。见他不放心，韩老爷子喊来韩宇，韩云峰的长子，他会照顾我，你也只是离开一会儿而已，不会太久，你放心去吧。祖父啊，你不会是想让我背你吧？我可没韩长青那么大的力气，我背不起你。再说了，我娘那边还需要我照顾呢。没多久，老魏换好官文回来了，众人这才出发。他现在就想尽快的离开保安城。他刚才打听到了消息，这几日保安城不太平，听说是洛王府丢了东西，洛王派了不少人手在各个城门口盘查进出的马车，谁知道是真的不见了东西，还是有别的目的，所以尽快离开这里不会有错。但有时候就是这样，人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。看着眼前拦住他的小厮，老魏锁眉，眼底飞快地掠过了一抹烦躁。我们侧妃说了，她多年没有见过父亲和几位哥哥嫂嫂，所以特意来接他们到洛王府中一聚，希望这位大人行个方便。说着连忙上前往老魏的手里塞了一张银票。一点小意思，还请行个方便。你放心，一定不会耽误你们赶路，明日出发之前肯定把人送回到驿站里。老魏还能说什么呀？总不能真的去得罪洛王府，只能板着脸把韩老爷子和韩大夫人几人叫过来。走，不能再在这里浪费时间，他就怕一会儿越来越多人来要人。而就在此时，他们身后传来嘈杂的马蹄声，老魏脸色大变，扭头看向了徐家方向。徐无厌，来的人是保安城的守备将领钱兴龙。钱兴龙拉停了马，一脸犀利地扫向众人。谁是徐无厌？我是。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打洛王府的管家！其他人可以先出城，但他得留下来。这位大人，这不妥吧？他可是安平王世子，他……狗屁安平王世子！安平王早死了，封号皇上也撤了，何来的世子？少跟我在这废话，赶紧带其他人走，要不然就全部都不要走，全留在这儿。其他人一听，顿时急了，纷纷喊着老魏赶紧走，他们不想惹祸上身。老魏皱了下眉，让小六子先带他们离开，他留下来。那骗子真的是洛王的管家？真没看出来啊！以睿智出了名的洛王，竟会请这样的货色做管家，怪不得。剩下的话他没说出来，但在场的人脸色一变，他竟敢拿洛王夺嫡失败之事来说事儿，胆子可真够大的呀！李茂说时我不信，如今我是信了，胆子很肥啊！走吧，洛王爷等着你呢。带路。徐无厌让徐平安推自己。大哥，不要去。哥，我陪你去。我带平安去就行了，你们全都跟着魏爷到驿站去等我。洛王不会跟我这种小人物计较，估计就是叙叙旧之类的，放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等你回来。徐无厌点头，随后便让徐平安推自己往前走去。嫂子，你为什么不拦着点我大哥？他们来把我大哥叫走，肯定不怀好意。是又如何？胳膊拧不过大腿，洛王府在保安城就是个说一不二的庞然大物，没人敢跟他们作对，懂吗？但就在此时，忽然一群黑衣人凭空出现，全攻向了徐无厌。钱兴龙大惊，连忙带人拦截，而这会儿徐平安也已经护在徐无厌的面前，和黑衣人打了起来。少爷！徐平贵等人大惊，连忙拔腿冲上去要帮忙。林默也是脸色一变，让徐家姐妹和老魏待在这边不要动，他也连忙冲上去要帮忙，但他们终究是迟了一些。这些黑衣人全都是高手，把徐平安一脚踹飞之后，一剑朝着坐在轮椅上的徐无厌刺去。徐无厌狼狈地往地上一避开了这一剑，但下一秒，一个黑衣人直接朝他扑来。他一脸狠厉地强忍着钻心的疼痛，再次往旁边躲闪，然后右手果断地抓住对方的脖子，毫不犹豫地用力。咔嚓一声，他把黑衣人的脖子给扭断时，另外一个黑衣人也一剑刺入他的后背。少爷！而黑衣人得手之后也不恋战，边打边退。少爷！徐平贵先一步扶住了徐无厌。慕容姑娘，快！我家少爷受了重伤。少爷，难道这就是他的办法？夫人，别担心。话音一落，人也直接晕了，伤得很深，出血量很大，血直接把金疮药给冲没了。想用金疮药止住血，止不住，得缝合才行。
快把他抬上马车，我给他立即包扎伤口。徐平贵等人不敢耽搁，立即就要动手去抱许无厌。而就在此时，钱兴龙带着人回来了。他刚才去追黑衣人，没想到这些黑衣人竟然比泥鳅还要滑溜，他硬是一个都没有追到。你们要带他去哪儿？别听这女人的话，放下他，我立即带他去洛王府。洛王府有厉害的大夫。滚！平贵，你们把人带到马车上，让慕容姑娘帮忙处理伤口。慕容姑娘是神医谷出来的，天下没有几个医术能够比得过她的。你处心积虑不让慕容姑娘给她疗伤，你想害死她是不是？胡说八道，没有的事情。还有，你是谁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给我滚！下一秒，没有任何防备的钱兴龙被林默一掌给揍飞了。我是他的妻子，你说这事我能不能管？还有，我不相信你们，都给我滚远一点，靠近的我杀了你们！钱兴龙伸手按着胸口，一脸不敢置信，一个女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？我是好心要救他。哼，好心救他？你确定不是想杀他吗？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鬼话？你分明就是想置他于死地！你休要胡搅蛮缠的，让开！谁要置他于死地了？你是女人，我现在不跟你计较，但你若是再阻拦我，休怪我不客气。你可以试试。哼，洛王府真是卑鄙，敢做不敢承认是吗？既然派人来杀他，何必遮遮掩掩？毕竟洛王在保安城一手遮天，想谁死不就是他一句话的事吗？我知道你不服气，那我问你，你带这么多人去追黑衣人，为什么一个都没有追到？你确定你们真的是认真的去追黑衣人了吗？没有放水吗？胡说什么？这些黑衣人个个武功高强，我的兵只是普通人，追不上他们，不是很正常吗？我就知道我说这个你们绝对不会承认的，但是没关系。那他呢？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钱兴龙皱眉，顺着他手指看过去，瞬间脸色大变。李明生？李明生是李茂的侄子，他为什么穿着夜行衣被人杀死在这儿？怪不得徐少夫人死咬着洛王要杀他们。这位大人，你应该不会不认识他吧？这位刚才可是跟在你说的那位洛王府的管家身后的人。哼，他和黑衣人一起来刺杀我男人，被我男人反杀，死在了当场。这证明什么？还需要我直接说出来吗？这还用猜吗？证明洛王派人想杀了他呗。没错，我认得，这人就是洛王府的人，专门赶马车的。这小子因为在洛王府赶马车，往日可高傲了，谁都看不上，没想到被杀了呀。哎呦，要说最可怜的呀，就是安平王世子了，被人捅了一剑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活下去。这不过是个下人，他代表不了王爷，你别乱说话，坏了王爷的名声。哼，当我傻吗？没有他的授意，这人敢来杀我男人，这事儿洛王府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交代？没交代，我就算是冒着被砍头的危险，我也要赶回京城找皇帝讨个公道。你放心，洛王也必定给你们一个说法，但现在我必须要去看下徐无厌，确定他的情况，不然我没办法回去跟王爷交代。而此时的徐无厌昏迷地趴在马车上，旁边一个漂亮的女人正拿着针线慢慢地给他缝合伤口，而伤口上此时正鼓鼓地冒着血，身下的衣服早就被血浸透，场面非常吓人。好看吗？慕容看了一眼钱兴龙离开的身影，低头继续缝合。许平安，立即拿钱去药房抓药，药方我说给你听，记住了。不是要带他去见洛王吗？你怎么就走了？等一下，等他把伤口处理好，让你的人把他抬着去见洛王，顺便让洛王还他一个公道。徐无厌重伤在身，根本就不能到处挪动，王爷又不是那种冷血无情之人，他伤成这样，又怎么会强求他来见？再说了，王爷想见他，不过是因为他是故人之子罢了，让他好好养伤，需要什么药材，派人到洛王府说一声。你放心，刺杀这事儿，王爷必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交代。洛王可不是个好相处的人，怕是他们还是会来找你们的麻烦。所以魏爷，要不继续赶路，离开这是非之地？你想别的，到了驿站马上走，再蠢也猜到有猫腻，到时候若是发现不对，直接追上来来个嘎嘎乱杀，你可别怪老子不帮你们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魏爷，谢谢你。别谢老子，老子承受不起你谢的后果，你的盗窃要人命。而此时的洛王府，李茂看到自己侄子李明生的尸体时，一口老气差点没上来憋过去。明生，钱将军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带人去抓徐无厌吗？为什么人没带回来，却带回来我侄子的尸体？说，我侄子是被谁杀的？我要杀了他，为我侄子报仇。钱兴龙没有迟疑，把事情经过说出来。老实说，李管家，你有没有派人去杀徐无厌？我傻吗？这个时候派人去杀徐无厌，给王爷惹麻烦。还有，就我侄子那三脚猫功夫，我是得多蠢才让他去杀人。难说，你在他手中吃了大亏，所以派人去杀他出气，也不是不可能。而你侄子很有可能就是跟着去看而已，毕竟这种事情你以前没少做。钱兴龙，
我说了我没有，听清楚没有？钱信罗，你到底是谁的人？你向着他们，为他们说话，我是不是也可以怀疑你和对方勾结？我刚才因为气急胡说的。钱信罗，我怀疑这是徐无厌他们设下的计，目的就是不想见王爷。对，肯定是这样。应该不是，那一剑刺得很深，金疮药都不能把血给止住。哼，说不定人家玩的就是苦肉计。徐家的人奸诈狡猾的很。王爷，怎么回事？说。钱兴龙正想开口，但李茂却抢先了一步。见他说话了，钱兴龙自然退到了一旁，不再说话。王爷，那徐无厌根本就没把您放在眼里，不然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找借口不来。哼，王爷多尊贵，见他那是给他面子。你见到他，他说什么了？钱兴龙斟酌了一下，把当时的情形说了一遍。伤是真的伤，但是不是他们设的苦肉计我不确定。如果是苦肉计，只能说徐无厌也是个狠人，敢拿自己的命来拼。另外，我说带他来见你时，他没拒绝，而是直接跟着来的。王爷，徐家人一如既往的嚣张跋扈，这些肯定是他们使的苦肉计，不然怎么会那么巧？前脚他和我叔侄俩闹了矛盾，后脚我侄子李明生就变成了黑衣人去刺杀他，然后反被杀，这中间怎么看都让人觉得有猫腻，肯定是他们设计好的。王爷可千万别被他的手段给骗了。当时这些黑衣人全是一起冲出来的，并没看到李明生有被挟持的样子，他应该是自愿的才是。哼，钱将军，你刚才都说了，当时兵荒马乱的，看得不是很清楚，你怎么看得出他是不是被劫持了？说，你见他时第一句话说了什么？如实说。李茂心一惊，迟疑了一下，低着头重新说了一遍。他一说完，便听到了嗖的一声，惊恐的抬头，刚好看到李正宇伸手拔出了旁边侍卫的佩刀。王爷，本王让你去请人，不是让你去得罪人，该死！李正宇的声音很冷，话一落，手中的刀高高举起，然后一刀砍过去。这一刀又快又狠，李茂根本来不及躲开。李正宇手中的刀朝着李茂的脖子划去，鲜血迸溅出来的同时，李茂的脑袋也朝一旁的地上滚落，紧接着砰的一声，他的无头尸体直接砸在了地上。李正宇把手中的刀扔到李茂尸体的旁边。这几日有动静没有啊？王爷，没任何发现，但凡进出保安城的人都有仔细盘查过，但并没任何铁矿石的消息。同样，其他路口设的关卡到目前也没任何线索传来，东西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，没查到任何大的蛛丝马迹。李正宇皱眉，眉眼全是浓郁的化解不开的阴郁。到底是谁呢？是谁有这个本事，无声无息的摧毁了整个清风寨，还把藏得隐秘的铁矿石给运走了？若是铁矿石的消息传出去，那位肯定会怀疑自己。帮本王做一件事儿。王爷请讲。徐家到驿站的时候，驿站里的房间已经被众人分割完，没有空的地方了。李默懒得让他们腾地儿，直接让徐平安他们在院子里面的角落扎帐篷。徐少夫人，不用扎帐篷了，到这里来，我给你们占了位置，可能不太大，需要咱们一起挤挤。臭娘们儿，我就说这么大的一个炕，怎么我家住不下？原来是你们这几个孤儿寡母占了这么多地方。小兔崽子们，挪过去点，我家人多不够地方，给我挪出点地方来。徐少夫人，你等我一下。林默叹了口气，让他们继续扎帐篷，而他抬脚朝屋内走去。进去的时候，李平正跟对方吵着呢。他一到，原本正骂得兴奋的男人戛然而止。李平，留够你家住的地方，今晚我们住帐篷。外面冷，没火炕。没事的，别欺负他们，否则我扭断你的脖子，听到了吗？说完，转身朝外走去。娘，没事的，一会儿我去多拾一些柴火分给他们，也算是帮他们了。林默这边出来之后，直接上了马车，看到趴马车上双眼紧闭的徐无厌，自讨苦吃啊。夫人，好疼。活该，要不我去找慕容，让他给你拿点药。不用，怕是一会儿洛王就会派人来试探，若不真实点，怎么骗得过他们？你别乱动，你这一身的伤，乱动的话只会牵扯到伤口。你说你这么多方法你不用，偏要使用苦肉计，这不自讨苦吃吗？但这样的方法最有用，我身受重伤，他们就没办法强迫我去见洛王。我倒是不怕见洛王，但我去见洛王，我怕你担心。
你去见他，我是怕你会出事。现在好了吧？你自己把自己弄伤了，有意思吗？你去见他，我是怕你会出事。现在好了吧？你自己把自己弄伤了，有意思吗？我就知道夫人关心我，你放心，伤口不深。我衣服上的这些血都不是我的血，是血包流出来的。这个腹黑的家伙，连我也被骗过，厉害啊！没有，我都还没表扬夫人聪明呢，只看到被我杀的人就猜到了我的目的，还顺手加了一把火。夫人棒棒的。油嘴滑舌。洛王若是派人来的话，肯定是有大夫同行的。你这伤可瞒不过医术高超的大夫。放心，有慕容在，医术再高明的人都看不出异常的。为了一点陈芝麻烂谷子的小事来找自己麻烦，这洛王也不过如此。他老爹没帮他，看来是一个明智之举。洛王府又有人来了！哼，来得可真快。徐无厌，要不要闭上眼睛装睡？不用，再睡就假了。徐少爷这么快就醒了，果然年轻就是好啊！受这么重的伤，这么快就醒了。再不醒，我夫人就要担忧的哭了。让女人哭的男人可不是什么好人。徐无厌，王爷已经查明，刺杀你的人已经查到，王爷要给你的交代在这儿。说完，示意端着托盘的下人上前，然后伸手把上面的白布掀开，露出托盘上血淋淋的人头。胆子小的直接吓得跌坐在地上。王爷查了，这事儿完全是李茂的主意。他是因为不满你对他的无礼，想发私愤，所以便安排人想杀了你出气。王爷得知真相后，当场砍杀了李茂，并且让我拿着李茂的人头来向你们赔不是。洛王的速度可真快。王爷英明过人，想骗过他难，而且王爷眼里容不得沙子。李茂欺上瞒下，利用洛王府发私愤，罪有应得。另外，王爷听闻你身受重伤，所以特派府中的大夫过来给你瞧瞧伤口，希望你不会拒绝王爷的好意才是。不会，我开心还来不及呢，麻烦了。在大夫把脉时，徐无厌缓缓地闭上了双眼，似是困乏的厉害。你们今晚要住帐篷，要不要我跟负责押解你们的借差说下，把你们接到洛王府暂住一晚，或者城中的客栈也可以。不用了，不是自己家，住不习惯，我怕我会忍不住半夜起来拆床板、拆屋子。能看下你们的行李吗？毕竟是安平王的后代，我看你们缺什么，随后给你们补上，算是我今日莽撞的补偿。随意，真的能给我们补上吗？我们缺钱，若是给我们补个10万8万的银子，我们绝对不嫌多；若是1000几百两的，也不嫌少。你倒真是会抬举我，我就是个臭当兵的，哪有这么多的银子？补点吃食什么的还可以，银子什么的，我真有心无力。王爷仁慈，念曾经同朝为官之意，便让我送来了包子。王爷说了，今晚他请大家吃肉包子，人人有份。洛王小气，就只请吃肉包子，应该大气一些，每家来只鸡什么的也是可以的，或者送几头猪来，让大家吃肉吃个够。这个抱歉，因为来的匆忙，没准备的这么多，还请各位不要见怪才是。下人抬着一笼笼的肉包进来了，钱兴隆立即热情地上前给众人分发。看他进出驿站各个房间，林默嘴角处的冷意渐深。他在找铁矿石吗？怎样？徐无厌他的身体有大碍吗？脉象混乱，身体气血亏空。大夫文绉绉地说了一大堆，最后一个结论：伤得很重，不躺上个把个月都好不了。你这完全就是无妄之灾啊！这样吧，他随即开口把老魏喊出来，传达洛王的一个意思。什么？在这休整3天？钱将军，这个可不行。我们之前在路上耽误了很多时间，再继续待下去就要错过到达的日期，不能按时到，我们会面临惩罚。老魏，你要知道徐无厌伤重，若明日继续赶路，怕是会出事。休息3天而已，耽误不了多少时间。你怕担责，这简单，到时候让王爷修书一封，替你解释下便可。这放心，不会耽误你们赶路的。安平王就剩这一根独苗苗了，绝不能出事。等他伤好点再继续赶路也是可以的。老魏能说什么呀？只能点点头同意了呗。谁叫自己得罪不起对方？徐少夫人，对这个安排你可满意？3日应能确保徐无厌无恙。谢谢你的好意啊！哼，分明是要把我们留在这搞事，还说得冠冕堂皇的，看着可真欠揍。不客气，徐无厌伤得重，而且失血过多，最好要补一补才恢复得快。王爷说了，需要什么药材都可以到洛王府去取，王府里自备的药材想来要比外面的好，所以徐少夫人，要不你跑一趟，亲自取些徐无厌用得着的药材，全当这次让你们受惊的赔礼。瞧不起我吗？不是什么病都要用到你们口中所谓的名贵药材，他是受伤又不是什么不治之症，一般药材就可以了。别乱拿药材回来，若加了料把人给治死了，你可别怪到我的头上。怎么，
当我刚才是去玩，没给你男人找药。说着，把药篓扔在他面前，里面放着一些还带着泥土的药材。慕容姑娘，你误会了，没你同意，我哪里敢乱给他用药啊？怕是要辜负王爷的好意了。是吗？王爷可不喜欢别人拒绝他的好意，拒绝他的好意，怕是会惹他动怒啊。更何况，你要拒绝他的好意，是不是应该当面拒绝？毕竟我也只是个传话的而已。所以，我不去也得去一趟了。这得看你自己。前几日被掳到清风寨的几位姑娘，出来吧，王爷有请。这位大人，她们都是小女孩，什么都不知道，王爷要见她做什么？是啊，大人，你别吓她们，小女孩不惊吓呀。你们别担心，王爷不会为难他们的。这次请他们过去，是有几个问题想问他们，同时还想嘉奖他们。毕竟像他们这般有勇有谋的姑娘很少，值得嘉奖。大家都是大宅子里出来的，自然都懂得里面的弯弯绕绕，不想惹事的纷纷开口拒绝，说不值嘉奖之类的。但也有阿谀奉承的，比如宋明宇，他就恨不得赶快过去。洛王府又不吃人，你们怕自家孩子年纪小冲撞洛王，这不是有徐少夫人吗？徐少夫人年长懂事，徐少夫人去了，让他们跟着她便行。所以这一趟我不想去也得去了。李默眼底藏着一抹算计，其实他也想去洛王府逛逛，不是好东西多吗？巧了，他就喜欢收好东西。看着林默上了洛王府的马车，徐无厌的脸黑得可怕。洛王这个老东西，没有算计到自己，就把主意打到他夫人身上。让人郁闷的是，他竟然没想到这个。是不是有一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感觉？滚！你确定让我滚？过河拆桥的臭男人，真想拆了他这假面具。洛王府内大厅里，李正宇正在和韩老爷子说话。你说徐无厌的女人直接杀了你2个儿子？王爷，你别不信，那女人力大无穷啊，而且心狠无比。你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她手里吃了亏呀，跟她对上，到目前为止只有别人吃亏的份儿，她可没吃过亏呀。王爷，你别不相信呢，跟那个女人打交道的，到目前为止都输得很惨。韩家、沈家、陈家，那女人很邪门啊。李正宇这会儿没再说话，靠在凳子上，脸上写着思索。韩老爷子也没再说话，而是拿起茶杯慢慢喝起茶来。说太多反而会让对方怀疑自己别有用心。你之前说你怀疑清风寨是那个女人带着徐家的那几个护卫做的。当时也就只有他们有这个动机和时间，而且他们是天亮后赶回来的，若不是他们还能是谁呀？你不觉得这一切太过巧合了？是巧了点。哼，韩老难得来一趟保安城，这几日就好好待在这边休息着玩去，让侧妃多陪陪你，续下父女之情。爹，你信他的话？一半一半。这老东西想借我们的手除掉徐家一家子，心可真是够狠的。徐家那几个可都是他闺女的孩子呀。我觉得这老东西不可靠。还有清风寨这么大，除掉被杀的，当晚在山寨里的人有100多人，就几个人根本就吞不下，更别想搬空。除非他们暗中还有帮手。爹，你怀疑安平王手中的势力落到了徐无厌手中？是不是试试便知。李默等人到洛王府的时候，天已经暗了。徐少夫人，你似乎一点都不好奇啊。我为什么要好奇？好奇就会变成我的吗？既然不能，干嘛要浪费表情？反正就只是过过眼瘾。就在此时，丫鬟来请，说是天色已晚，王爷请他们先用膳。好多好吃的，好多肉，我好想吃啊！是啊，我都已经许久没吃肉，我也想吃。有我最爱吃的肘子。李默坐下去，拿起了筷子，准备动手时，他发现他们都在盯着自己。你们都不吃吗？这是洛王请我们吃的，放心吃吧。众人闻言这才坐了下来。在林默动筷子之后，他们也跟着拿起筷子吃饭。他们可都记得家里人说过，一切跟着徐少夫人行事就行。我们平常不会吃这么多的。能吃是福吗？就是你们一下子吃这么多，怕是肠胃受不了。应该不会吧？哎呦，我肚子好疼啊！哎呀，好难受啊！我忍不住了，我想上茅房。
还有我也是。茅房，我要去茅房。林默没说话，挑了下眉，然后慢慢的喝着茶，直到钱兴隆出现。搞这么复杂，不累吗？洛王是不是要单独见我？带路吧。果然是个聪明的。徐少夫人，请。洛王是在书房见林默的。林默到的时候，他在看书。见对方在认真的看书，林默没吭声，而是站在一旁默默的等着。下马威嘛，不理会就行了，看谁先熬不住。所以林默先观察了一下对方的书房，发现没有什么特别之后，便在原地想着自己的事儿。坐在书桌前的李正宇一直不露痕迹地打量着林默的一举一动，他也是有意在试探，所以并没有出声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自己不出声，他也不出声。你就是徐无艳的妻子林默？是的，王爷。本王御下不严，怠慢了你们夫妻，没想到恶仆胆大包天，竟敢买凶杀人。这事儿是本王失职，没察觉到不对劲儿。王爷言重了，王爷家大业大，被小人蒙骗，没有察觉到也很正常。更何况王爷还把人给杀了，给徐无艳出了气，此事自然到此结束。王爷也可以放心，我们不会怨怪王爷，王爷不用因此而自责。总归是本王的疏忽，所以作为补偿，本王已经让人送了一批药材过去，希望他能早日康复。另外，听说你们这一路不太平，多次遇刺杀，这次遇刺之前还摔断了手脚。这样吧，为了能让他安心养伤，本王派遣了亲卫过去守着，这几日你们的安全就由他们负责。结实就直接说呗，装什么装啊？哦，如此便是多谢王爷了。你别说，我刚才还担心着呢，若是今晚有人来偷袭怎么办呢？毕竟他重伤，不能轻易移动，而我们就这么几个人，所以我得认真跟王爷道谢。还是王爷想得周全，谢谢王爷了。有王爷的人守着，晚上我们可以睡个安稳觉，坦然自若，不惊不喜。这女人果然不一般呢。我听说清风寨的人找麻烦时，你是第一个上去杀了他们的人，怎么你不怕吗？怕，可是怕也没用啊，他们不死，死的就是我们。再说了，他们可是穷凶极恶的土匪，都说他们杀人如麻，死在他们手中的百姓不知有多少。我们想活着，就只能先下手为强。王爷，不会是我杀了这些强盗土匪，您是要治我的罪吧？王爷，这不能怪我，我这可是在为民除害，毕竟清风寨的人作恶多端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入城的时候，我还看到有公告说，如果能除掉清风寨的土匪，是有奖赏的。所以我杀了这么多的土匪，王爷您是不是该给我奖赏呢？杀了他的人还得给对方颁奖。你说的对，剿灭清风寨得给你记上一功啊。功劳什么的就不用了吧，来点实际的，比如银子奖励之类，1万两不嫌多，1000两也不嫌少。这个自然没问题，等功劳统计出来后，自然按功劳奖赏。清风寨覆灭，你居功甚伟。哎，等一下，王爷，您这话我是不是误解了什么？清风寨覆灭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充其量就是下药迷晕了几个想抢劫我们的土匪，然后又大胆的杀了他们几个。覆灭谈不上吧？难道清风寨的土匪就那几个人吗？天哪，我竟不知不觉灭了作恶多端的清风寨。王爷，我都把那些土匪给杀了，能奖励我多少银子？不是，徐少夫人误会了，清风寨的土匪不止在破庙被你杀的那些，你不是带人直接杀上了清风寨，把他们都给杀了吗？王爷，你哪里听来的谣言？我有这么厉害，我能带人杀上清风寨？我若有这么厉害的话，我现在也就不会这么狼狈了。这种谣言，王爷你也相信？李正宇挪开头，他的表情让他有一种自己很愚蠢的感觉。本王是听说有几人夜闯清风寨，把整个清风寨的人都给杀了，刚好与你们人数对得上，便以为是你们所为。怎么不是你带的人动手？当然不是，我当时留在破庙是要准备埋伏偷袭后面赶来援助的土匪，想为徐无艳他们拖延时间，谁知道都等到快要天亮了，也没见土匪追过来，所以我就骑了他们的马去追魏爷他们了。王爷，您是不知道，我们当时都存了必死之心，想用自己的死为他们争取逃命的时间。说来我们也是够幸运的，当晚竟然有人偷袭了清风寨，救了我们一命。
我当时若是知道有人偷袭清风寨，我肯定带人去帮上一把，可惜了这为民除害的好机会。李正宇一直没说话，仔细听着他的话，试图找出他话里的漏洞，可惜没有任何的漏洞。而破庙那边，他派人去勘察过现场，如他所说，的确没有埋伏的痕迹。他们若在那里埋伏，自然就没时间去偷袭清风寨。不是你们，那就是徐无厌了。这小子隐瞒的够深的呀。他王爷，他更不可能，别说他断了一只手一条腿，就说当晚因为他要留下来跟我们共进退，所以我直接把他打晕了，他还一直晕到第2日我快回来时醒过来的。这事大家都知道。他去不了，可以安排其他人。可徐平安他们几个都跟着我呀。徐无厌还有人吗？我为什么不知道啊？说还有的话，其他人怎么敢欺负我们，还3天2头的像个苍蝇似的在我面前蹦跶。那或许是本王猜错了。韩家之事呢？我的老丈人已经告到了我面前，说你滥杀无辜，这事儿你总得给本王一个交代吧？死的人可都是我大舅哥，本王侧妃从知道这消息就一直哭到现在，求着我要交代呀。王爷，问责之前你都不问一问韩家人，我杀他们之前他们在做什么吗？本来2家是姻亲，他更是徐无厌的亲舅舅，关系很亲密才是。但从流放以来，韩家人处处想置我们于死地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带着人在后面要拦截土匪，而韩家人呢，趁着徐家当时就只剩下几个妇孺和伤残，竟然想杀了他们夺财夺物。若不是有神医谷的慕容姑娘帮忙，我赶回去的时候怕是只剩下一地的尸体了，我如何能不恨？王爷，说句公道话，若你家人差点被杀，你会不会杀了主谋者？你做法没错，那就行了。没想到王爷也是性情中人，怪不得我看王爷特别的顺眼，原来因为咱们都是护犊子的人呢。我现在已经下定决心了，他们若是再不长眼的来招惹我，轻则断手断脚，重则杀。你倒是个油嘴滑舌的，大家夫人可不会这样，大家夫人端庄稳重。问题是我不是，刚改嫁到安平王府就被抄家流放，我也很无奈。我也想像贵妇一样优雅的生活，但实在不行啊。我现在就是一个流放的妇人，口舌再不利索一点，怕是要被人生吞活剥了。这不过都是我的保护色。自己说一句，他直接能反驳3句。看着眼前巴拉巴拉的女人，李正宇双眼危险的眯了眯。徐无厌娶了个好媳妇啊！他挥了挥手，示意他可以出去了。王爷，那我可以走了吗？我还要回去照顾家人。你等下那几个姑娘，等他们再一起走。是。林默点头，一脸恭敬地退出去。爹，你相信他的话吗？这女人异常狡诈，说话滴水不漏，聊了这么久，说的全是废话，而且全是对他们有利的事情，其他的没露半点异常。爹，要不把他拿下，严刑拷问，我就不信他不说。哼，我洛王府的严刑就没人能扛得过去。不能动他，暂时还不能。爹，他一旦走了，怎么就没机会了？这般急躁如何成就大业？让他自愿说出来不行吗？为什么一定要动武力呢？把他变为自己人。这样睿智以及有手腕的女人，称得上是个贤内助。如果洛王府的后院有她坐镇，就不怕会有后顾之忧了。爹，你想让我休妻再娶她？想什么呀？她一没家世，二没雄厚的财力，岂配为你之妻？给她一个侧妃就已经抬举她。爹，我觉得还是对她直接严刑逼供好，怎么不露面？一切秘密进行，不让人查出来就行。愚蠢。算了，这事儿我再想想，你先下去吧。李正宇摇头，他得再斟酌一下。最近事情太多了，多得他有些头疼。铁矿全都没了，生意那边最近也损失了不少。哼，爹不做，我来。只要审问出来，爹绝对不会责怪我。林默这边，他从书房出来之后，就被丫鬟引到了一旁的花厅等候，说是那几位姑娘正和他们的世子妃聊天，让他先在这儿等。这一等，怕是今晚就走不了了。其实刚好，他也挺不想走的，好不容易逮到大肥鱼，谁愿意放弃呢？他要在墨城发展自己的事业，缺钱缺粮可不行。等到深夜，才有一个婆子领着兴高采烈的钱柔等人出来。徐少夫人，抱歉啊，我们和世子妃一聊，忘了时间了。世子妃还挺有意思的。无妨。徐少夫人，现在天色已晚，城门已关，你们也出不了城。我家世子妃说了，是因为她没注意时间，让你们错过了出城时间，所以让你们今晚在洛王府住一晚，明日再送你们回去。这不太好吧？要不我们去住客栈吧？打扰到世子妃挺不好的啊。无妨，世子妃已让人收拾好客房，诸位请跟我来。徐少夫人，
住这儿吧，客栈我们住不起，我们没钱。那只能讨尔世子妃了。太好了！希望洛王不要后悔今晚的举动。若是能找到洛王冶炼铁矿石打造兵器的地方，说不定……林默嘴角多了一抹不怀好意，他有些期待。徐家和林家两家人伸长了脖子朝驿站门口看去，都期待着林默的出现。怕是被留在洛王府住了，都休息吧，别等了。姐夫，我姐在洛王府会有事吗？不会有事的，洛王没这么蠢，他会把人给平安送回来的。就在此时，不远处传来整齐的脚步声，而且是朝这边来的。我等奉王爷的命令，给徐家公子送药。另外，你们在这驿站逗留的这几天，安全方面由我们保护。这位大人，这于理不合。不合你找王爷说去，我等只是奉命行事。徐少爷，你夫人还在王府跟世子妃聊天，今晚怕是回不来了。王爷让我跟你说一声，免得你担心。兄弟们，都给我站好了，你们给我好好守着，一只苍蝇都不准飞进去。魏哥，这洛王想做什么呀？我看这架势更像是要软禁我们。不要管这么多，做好自己本分内的事情就行。这些事已经不是我们所能管，小心惹祸上身。这几天不要和徐家走得太近，听到没有？你还听不听我的话？我说的你可都记住了。小六子活着拿影子回家。我知道了，魏哥，我都听你的。我不会害你。洛王一直盯着徐家，和他们走得太近，我怕洛王会对你下手。少爷，情况不太对，少夫人那边会不会有事啊？不会有事。而就在此时，大门外停下了一辆马车，众人抬头，只见韩家众人正从马车上下来。等看到从马车搬下来的各种吃食时，韩家众人发出欢呼声。这是你小姨让我带给你的，她让你好好养伤。平安，扔出去。徐平安点头，拿起对准围墙外，一个用力就扔了出去。少爷，他们怎么会这个时候回来？盯着他们点，他们回来怕是别有目的，别让他们钻了空子。娘，你为什么要拿点心给他们？我们自己留着吃，不好吗？你知道吗？我刚才从茅房出来时，看到他们把你送过去的点心直接扔了出去。随便他们。娘，小姑姑怎么说？她能不能帮我们脱离苦海呀？就算不能脱离苦海，她给了我们多少银子？头疼。哎呀，你别想了，不可能，她就是一个侧妃，根本说不上话，又没儿女傍身，以及强大的母族帮忙，她自己都过得很艰难，又怎么能救得了我们？至于银两，她给了一些，就真的只是一些而已，勉强够他们过一段日子。但想从他手里拿到更多的钱，就得按他的意思去做，那太难了。所以他没有打算从他手里拿到钱，有时候有钱也要有命花才行。所以他很愁，没钱，接下来的日子要怎么办呢？他现在一点都不想惹事儿，只想带着一双儿女平平安安的到墨城，其他的报仇什么的他不想了。娘，你有心事，少管事儿，吃饱就睡觉。再惹他们，他怕他们的命全都得没。谁？深夜，洛王府客房，该行动了。从房间里出来，林默直奔洛王府的库房而去。洛王不应该让人带他去逛洛王府，逛了就是要付出代价的。这不，他们府中的所有库房位置，他都不需要刻意的花心思去找。林默很快就摸到了洛王府的库房。洛王是个会装的，这么大的库房却没有多少东西，比起清风寨这个土匪窝子还要寒酸。林默才不信呢。那就只有一个可能，洛王把他的财宝藏在了别的地方。手一挥，把这些东西全部都给收了，且在库房里面搜了一遍，确定没有密室之后，才遗憾的离开。洛王府的大库房收了，各房的小库房，林默自然是不想放过，一路收。若不是不想打草惊蛇，连粮仓都想给他光顾了。在洛王府转了一圈，没有找到任何的密室，林默只能放弃，准备回去睡觉了。而就在回去的时候，他看到几个身穿夜行衣的人正快速地朝他们所住的客房方向去，冲他们去的。林默加快速度，他必须在他们之前回到客房，绝不能让他们发现自己不在。在他摸进自己睡的房间时，刚好看到他们正小心翼翼地往另外一间房间里吹迷烟，不是冲自己来的。林默松了口气，宋家小姑娘挺漂亮的，是冲他去的，很正常。错了，是冲我来的。那房间原本是安排给自己住的，但是在临睡的时候，宋家小姐宋茜因为她的房间有蜘蛛，她害怕了，所以给他们换了房间。很好，
这可是个机会。若是他们把宋茜带到他们的基地去呢？那自己是不是可以跟着他们找到他们的基地呢？然后搬空了他们的基地，重新进入空间，看着他们出了陆王府，林默毫不犹豫地跟上。世子，深夜来这儿可是出事了？没有，我来你这里是想跟你借刑房用一下。我待会儿带个人来，我需要撬开他的嘴。王爷说过，这边他们不能轻易过来，来得多了容易曝光。当下直接把自己的疑虑以及担忧给说了出来。王府有外人不方便，另外我怀疑清风寨被灭与铁矿石不见的事情与他有关，所以必须隐秘。好，我立即去安排。世子，人已绑来。没有惊动其他人吧？扛上他，跟我来。躲在空间里的林默看着他们动作熟练地打开地宫入口的样子，忍不住啧舌。这就是一个普通人家住的院子，没人说破，估计没有人会相信这里别有洞天。毕竟入口开的位置很巧妙，就算有人来了这里也不会有太多的注意。毕竟茅房冲洗的再干净也会有一股味儿的。一般人解决了人生大事之后就会匆匆离开，谁会吃饱了没事儿观察茅房的四周呢？就算是观察也没用，因为一般人是真发现不了。林默没有任何的迟疑，直接跟了进去。在他们把宋茜扛进一间看似刑房的房间之后，林默就果断的没再跟着了，而是继续往前走。看到大厅里面的一切时，林默终于明白为什么这里的空气带着一股闷热。冶炼台上的火还没有熄灭，旁边放着一些半成品兵器，所以这可能是洛王私藏兵器的地方。世子，这里是用来处罚那些不听话铁匠的刑房，所以刑具是齐全的。不错，世子，还是尽快把人弄醒，问出铁矿石的下落。没有铁矿石，我们这里今日已经停工了。好。李战力示意自己手下把人给弄出来。慢着，废物，绑错人了都不知道。什么？世子，你不是说东厢房第一间吗？她就是睡在东厢房第一间的女人呢。世子，我现在立即回去再绑过。迟了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李战力气愤，在刑房里走来走去，看到那女人他越看越气，走过去一脚踹过去。安排的好好的，换什么房间啊？他的计划全被破坏了。魏志峰知道他绑错了人，脸色也不是很好。世子做事这般的粗心大意，那怎么能行呢？这话他没有敢说出来，直接问现在要怎么处理。他提议直接杀了这女人，以绝后患。不行，他不能杀，他若失踪了会惊动其他人，送他回去。在黑衣人出来的时候，林默也满脸笑容地跟着出来了。别说今晚收获满满，满满的一仓库各种的兵器，而且都是质量上好的那种。让他意外的是，洛王大部分的财宝竟然也藏在这儿，这叫得来全不费功夫，自然一起收了。想到空间里堆积如山的兵器和财宝，林默笑得合不拢嘴，这漏捡的不要太好。世子，以后不可再这般鲁莽，说是这边暴露，与王爷的大计不利。明明就住在王府，还能把人给绑错了，可见世子这人做事有多么的不靠谱。李战力脸涨得通红，所以他看不起自己了。李战力脸色很难看的看了他一眼，气冲冲的走了。唉，世子这度量不行。第276集。怎么起这么早啊？难得不用赶路，不应该多睡会儿的吗？徐少夫人，你没睡醒吗？我认床，睡得不好。我也是。你们只是困而已，我却是疼。我现在腰酸背痛的，还有腰间这里，我感觉像是被人踹了似的，好疼。你被人扛来扛去的，还被踹了一脚，能不疼吗？可能太久没睡这么好的床了，不适应。没事儿，缓缓就好了。而就在此时，丫鬟来了，请他们到前面花厅去用早膳。用了早膳，我们该告辞回去了。啊，徐少夫人，能晚点走吗？我们昨晚答应了和世子妃一起逛街，忽然反悔了不去，这不好吧？对啊，好不容易有机会，我们一起在保安城逛逛吧。反正要在这保安城待3天，逛逛吧，徐少夫人。不了，你们和世子妃去逛就行了，我就不掺和了。我还要回去照顾徐无厌呢，她受伤了，需要人照顾。既然徐少夫人不逛了，那我们也不逛了。没钱，逛了什么都不能买，更难受。再说了，一夜不归，家里也该担心了。等他们用完早膳时，
世子妃夫妇携手而来，而此时钱柔站出来表示想念双亲，表示不能陪世子妃去逛街，然后郑重地跟他表示道歉。没事，是我疏忽，既然不能逛街了，那就稍等片刻，我让人去给你们准备一些礼物。宋茜一直偷偷地打量着洛王世子李战力。洛王世子一表人才，放在哪里都算是极出色的男子。世子妃，我回去也没事儿做，更何况我爹娘也希望我多看看保安城的风土人情，不如我留下来陪你一起逛逛吧。这感情好啊。随后看向其他人，询问还有谁想留下来跟他一起逛街的。徐少夫人，算起来你还是我们的表嫂，不如你也一起留下来去逛逛，顺便我也可以给表嫂买些表嫂喜欢的东西做礼物。世子，你觉得我这提议怎样？可以。谢世子妃的好意，但是不用了。徐家和韩家早就老死不相往来，所以亲戚什么的我们高攀不上。徐少夫人，你怎么能这般跟世子妃说话？你快道歉！我只是说了实话，为什么要道歉？世子乃是王妃所出，与侧妃韩氏无血缘关系，本就没有亲戚关系。宋茜，你眼睛没瞎吧？徐家和韩家是什么情况？你不知道吗？世子妃，我需要道歉吗？不需要，表嫂是个直爽的人。徐少夫人还真是伶牙俐齿的，我夫人抬举你，才喊你一声表嫂，不然你以为就你这被流放犯人的身份，配他喊你表嫂？所以我没赶着上前巴结，不是吗？哼，脸上还有巴掌印儿呢，想要用粉遮掩，也不遮好一点，半遮半掩的真丑。叨扰许久，告辞了。哼，有些人真当自己是根葱，不让我好过是吧？我就让你们过得水深火热。他决定了，让人送一些洛王的罪证去给皇帝，让他们洛王府没时间来找自己的麻烦。站住！我允许你走了吗？所以洛王府是把人请来，然后就不让走了是吗？哼，是又如何？就这样咄咄逼人的女人，有什么资格进我们洛王府的大门？没半点女人家该有的温婉大气。不如何？有你这句话就行了。世子息怒，徐少夫人只是一夜未归，担心她夫君着急离开而已，并没有对世子不敬的意思。这人之常情，你没有必要跟他一般计较。你可以走了。林默一脸的遗憾，他还想动手呢。他的人动手，自己就有理由了，一拳一个，多解气啊！李战力差点被他脸上的遗憾给气到。徐少夫人，你稍等下，我让下人赶马车送你。不用麻烦，走走更健康。世子妃，你们千万没必要为这种人生气。这徐少夫人目中无人惯了，就恶妇一个，在队伍里看谁不顺眼就揍谁，蛮横霸道的很。你们不要管他。啊，他真的谁都打？我认识，他可以为我作证。韩侧妃就是我小姑姑，我是她侄女儿。没错，让她进去吧。她的确是你们侧妃的亲侄女。见侍卫还怀疑，林默摇头，放心让她进去吧。你们侧妃不会怪你的。她想亲人正想得夜不能寐，天天难受的啼哭呢。她进去刚好可以安抚你们侧妃的思亲之苦。等韩玉龙被放进去的时候，林默挑了挑眉，千万别去花厅，花厅的热闹不适合你。洛王府有如此出众的年轻男人吗？他忍不住喊住下人，询问对方的身份，知道对方竟是洛王世子时，哼，林默那女人果然不安好心。表哥啊！你乱喊什么？这里哪有你的表哥？你就是我表哥啊！韩侧妃是我姑姑，我喊你一声表哥，不应该吗？多送一个搅屎棍进去。林默心情很好，刚走几步就看到徐平贵朝自己走来。他让你来的？少爷怕你有事，让我到洛王府外守着，若有事也能第一时间知道。你在，刚好，走，买吃的喝的去。而林默带着徐平贵在保安城四处到处的买东西的消息，很快就传到了洛王的耳朵里。这女人让人捉摸不透，直接敢顶嘴世子，而且按照探子的形容，当时若是世子动了手，他会直接还手。这女人的胆子是真够大的，但她到底想要做什么呢？不过不管这女人想做什么，她现在对自己这儿子是挺失望的，轻易就被一个女人挑动了怒气，而且也因为自己的一个提议就针对对方，甚至出手，半点世子该有的冷静都没有。从昨天跟今天的表现来看，这林默没有让他失望。李正宇皱眉，可怎样才能让徐无艳放手，又怎样说服他给自己儿子做妾呢？像他这样有自己主见的人，轻易是不会给人做妾的。弱点是人就会有弱点，
从他的弱点入手，不怕他不同意。你不要脸！彼此，你留在这儿的目的就单纯了。我留在这儿还能说是亲戚，你呢？你比我更不要脸。你见过王爷。你们想入洛王府，帮本王做一件事儿，成了，本王许你们进府。嫂子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担心死我了。我没事，他买了很多食材回来，让她们姐妹去帮齐嬷嬷做中午饭。中午他们吃顿好的，这时候谁还藏着掖着呀？羽翼已丰，他们现在不惧队伍的任何人。看到他娘担忧地看着自己的时候，林默朝他咧嘴一笑，柳英这才放下心来。你和吴燕说说话，他很担心你，我去帮忙。洛王让人送来的药材。慕容姑娘，你收了别人的药材，怀疑我的能力，我心情不好，不想理你。所以这些都送给你做赔偿，怎么样？当真？珍珠都没这么真的，药就拿走。说好送我的了，别反悔。不会。那我就笑纳了，等我把药炼出来，分你一半。这些药挺珍贵的，若是扔了怪可惜的。他在，保证弄得干干净净。好点没有啊？我没事，倒是你，他有没有为难你？没有，他叫我去，旁敲侧击的是在打听清风寨的事情，但都被我挡回去了，怕是他们还不死心。他迟疑了一下，还是把洛王世子昨晚想绑走自己的事说了出来。我怀疑他们父子两人产生了分歧，两人持不同的态度。洛王世子坚持认为是我，洛王应该是迟疑不定。今早我离开的时候，洛王世子的脸虽然用粉遮了一下，但还是能看到手印。我估计因为昨晚的事情被打的。还有我离开的时候有人在跟踪我，就是不知道是洛王的人还是洛王世子的人。收敛点，四周都有洛王的人盯着，这副要吃人的模样，是怕洛王不知道他伤得不严重。我后悔了。他要是不用这计，他就不用去见洛王，也不会面临这样的危险。后悔有什么用啊？你说能不能给洛王找点事做，让他没空找我们的麻烦？快了，等到傍晚的时候，他就没空找我们这边的麻烦了。你做了什么？给的添点乱而已。现在粮食价格不是很高吗？百姓如今因为没粮，正闹得欢。你说百姓如果知道洛王有3个粮仓的粮食，恶风的百姓们会怎么做？被逼放血的他，应该会心疼很久。要是他的粮仓没有粮食呢？怎么会？探子给我传了消息，洛王秘密存了3个粮仓的粮食。说到这儿，他也注意到了林默心虚的眼神，心里一个咯噔。别跟他说他夫人搞事了。看他这个表情，看来计划得变一变了。空粮仓更好，百姓可以问问洛王，储备粮都去哪儿了。洛王更头疼肉疼了。好，反正让洛王忙起来，顾不得咱们这边就行了。那个，我有一些困，我先睡一觉，一会儿吃饭的时候不用喊我。我刚才吃了不少东西，铁矿石全都不见了，粮食也不见了。他夫人的秘密有一些大呀。许无厌眯起双眼，两个事情联系起来。洛王可不是个蠢的，如果他把这2件事情拆开来分析，就会发现这2个事儿都有他夫人的影子。虽然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，得想办法转移洛王的注意力才行，起码不能让他怀疑到他夫人身上。哎呀，夫人，真是给我留下了个大难题啊！林默丝毫不知道许无厌的担忧，这一觉直接睡到了黄昏。嫂子，走，我和你一起去厨房做饭。嫂子，我跟你去找柴火。嫂子，我们是相信你的，你别听这些人的污言烂语，免得脏了耳朵。就是别听他们这些长舌妇长舌男的话，这些长舌妇长舌男就是吃饱了没事做，没事找事儿。嫂子别管他们。你跟他们打架了？不小心撞到的。嫂子，我跟你去找柴火吧，没多少柴火了。哼，等回来，只要等大哥回来，大哥回来肯定收拾他们，为自己报仇的。不用了，柴火的事交给徐平安他们，有胆子当着我的面说，我还能高看你们一眼，敢吗？我看热闹不行啊，你要想知道，我不介意复述给你听。